在白天的春猎宴上，未婚夫救下了险些被虎扑伤的公主。公主的羽衣衫被猛虎撕碎，在所有贵人的注视下，衣衫半裸的被未婚夫抱在怀里给救出来。承欢，你我本该是夫妻，可春猎一事，公主清白尽毁，在众人眼前衣衫凌乱。我若不娶她，此生便再无颜面立足。公主清白要紧，我只能娶她。可她身份尊贵，是金枝玉叶，必须为正妻，只能委屈你做侧室。你我有情，往后家中难处，你我也要一同面对，是不是？公主清白尽失，听闻近日夜夜难眠，暗自垂泪。你我本是婚约既定的夫妻，你的难处我自然明白。既是一家人，我也该替你好好照顾公主。我就知道你素来懂事通透，等公主入府，你用心伺候，好好待她，咱们将军府必定宅宅和睦，安稳无忧。照顾公主有很多办法，秦胜娶她是一种，而我做她的婆母，把她当女儿照顾是另一种。长乐公主被猛虎所伤，快去救人！快去！快去！公主没事，找到公主了。公主受伤，衣衫不整，被秦将军抱出来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公主金枝玉叶，未曾贵婚，发生这样的事，秦小将军怕是要攀上高枝了。请将军回避。别走，秦将军，别走！傅小姐，公主受惊，如今只认秦将军一个救命之人，抓着将军不肯放。将军，请您先行回城，他要陪公主一起回去。走吧。那是迎亲的红绸，我们的婚期原本还有3天。承欢，我们的婚事怕是有变。公主受伤被我所救，但是确实衣衫不整，被我抱出山林。女子名节比命还重，何况公主金枝玉叶。长乐性子单纯，他知道我们有婚约，不想破坏我们的婚事。但是若我不娶她，她虽贵为公主，怕是也只能和亲到藩国，以避流言碎语。承欢，长乐公主身子娇弱，吃不了那样的苦，我已决定娶她为妻。你娶她，那我呢？公主清白要紧，我只能娶她。承欢，有困难也要一起面对，是不是？我们该好好照顾她的。照顾她？你知不知道坊间知晓了公主那日的事，都在传她有损名节。她哭得极伤心，只有我娶了她，才能平息这些流言。外面传了几日风言风语，连嫁衣绣了几只凤凰都清清楚楚，你却拖到离大婚只有3日才来告诉我。你秦胜怎么舍得放下这泼天的富贵？她身份尊贵，必是要做正妻的，只能委屈你了。承欢，你名分虽是侍妾，但我待你必定如正妻一般。3日后便是大婚，你是断定我为了名声不敢反抗，只能捏着鼻子给你做妾？公主说，虽然你为妾，但是她已赏下一些物件给你作为补偿。她如此不计较，日后你嫁进秦家，想必你们一定可以姐妹和睦共处。傅家有祖训，傅家的女儿是不能做妾的。承欢屈居在公主之下，不算委屈了。这样的妾室，别人想做也做不到。想必傅家的长辈也会愿意有这门亲事。到时候我是驸马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会说服长乐不要对你太苛责，什么婢子汤这些都可免了。如若你生下子嗣，都可养在他的膝下。连我日后生下的孩子都不能叫我一声母亲，要叫公主为母亲吗？我若是不愿意呢？承欢，你我是皇上赐婚，你是一定要嫁进秦家的，但是她是公主啊，难不成你想让公主当妾吗？你放心，长乐说了，大婚那日虽然你只能坐小轿从角门而入，但是公主说允我一炷香的时间去你房里与你喝合卺酒，全了礼数。秦家好大的面子，居然要我傅家的女儿做妾！承欢，难不成
你真的想给秦谢做一个妾室？那是皇家下旨，公主要下嫁。承欢若是在公主手下生活，岂是易事？本是3日后便要成亲，如今横生事端，秦家现在才说，摆明了就是要委屈我们女儿。哼，就算是公主，我也要在殿前问个明白，怎么救了公主一命，就要强行抢了臣子家的婚事？这是什么道理？皇上，小女与秦家大婚在即，若此时降敌为妾，置我百年傅家的颜面于何地？长乐自被秦胜所救，便被他的英雄气概迷了心窍，在朕面前寻死觅活，非他不嫁。父亲，长乐那性子你也是知道的。本宫与皇上本想让他2人并为平妻，可长乐又哭又闹，决然不肯，定要罢了那正妻之位。一边是恃宠而骄的公主，一边是百年世家的风骨。若皇上真颁了强逼为妾的旨日，怕是要背上不公的骂名。可若不依，公主那关又过不去。再这么僵持下去，吃亏的终究是傅家。皇家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臣子岂能让君王左右为难？皇上，娘娘，公主与秦小将军是天生地造的一对，岂能容臣女夹在中间，让公主难过？臣女愿意遵旨嫁入秦家，只是臣女要嫁的不是秦胜，而是嫁郑国将军为妻。秦胜英雄救美，公主下嫁本就是一段佳话，臣女愿意成全。皇上原来的赐婚是赐臣女嫁入秦家，既然如此，臣女愿意嫁入秦家，只是臣女愿意嫁给郑国将军为妻，以全两家之好。你说什么？这样不违背圣意，又成全了公主与秦胜的婚事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可是郑国将军是秦胜的父亲，你岂能嫁给……母亲，秦胜并非郑国将军的亲生儿子，不是吗？当年郑国将军重伤回京，少年白发，几乎丧命。秦家为了让郑国将军有后，从族中过继一个孤儿，在他膝下。只不过郑国将军一直不成亲，平日又威严过人，大家都忘记他的年纪罢了。他的年纪也并未可以到做秦胜父亲。这样一来，长乐也不必委屈与人分享夫君了。好，朕会下一道旨给郑国将军，赐你嫁给他为妻。到底这婚事让你受了委屈？公主与你同嫁秦府，待她嫁入将军府，朕会责令她不能以公主之尊自居。既然她要嫁秦胜，那就按照民间的习俗，进门后按婆媳之仪相处，你也不必跟她行见嫁之礼。臣女谢主隆恩。清点好，报上来。没少事。承欢，你比我想象中更知书达理，你这样懂事，公主一定喜欢。她是金枝玉叶，性子总是骄纵些，你让让她，她也必定不会为难于你。等你们同一日过了门，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好姐妹。你既然是做妾，这正红的嫁衣就不可再穿，免得惹公主不高兴。我让绸缎铺子给你送一套粉红色的来吧。嫡庶有别，正妻和侍妾也有别，虽然委屈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还有这些嫁妆，公主派人传了话，你只能抬18台进府。18台？你只是一个侍妾，嫁妆多了，别人会以为你与她争高下，让她失了颜面。你先别抬那么多，成亲过后再悄悄抬去秦家。我多允你回几次娘家，你看可好？你这般处处听话，若你的侍妾进了门，你可护得住？哎呀，长乐是公主，又被人说失了清白，难免小气。等进了府，她识得你的好处，定不会为难你，你只管安心待嫁。好，你只管等着便是。
这是长乐公主赏给傅小姐的嫁衣，吩咐傅小姐明日一定要穿上。以后公主是主母，傅小姐只要听话，日后公主不会薄待你的。这些东西太过华丽，不适合姨娘戴，收起来吧。公主说，请傅小姐多读书，学会怎么服侍人才行。趁还有时间，多抄几篇，免得日后惹公主不高兴。不高兴，日后且看我这做婆婆的高不高兴。怎么会让别人家的花轿挡门？还不轰走！这可是公主的花轿！你们小姐在胡闹什么？她只是侍妾，怎么敢坐8台大红轿？快抬去角门入府，休得耽误了拜堂的吉时。你只是一个妾，快换粉红小轿，换了嫁衣再进门。放肆！秦胜，圣旨已下，我如今是遵旨嫁进镇国将军府，你敢让我从角门而入？那是曾经的旨意，现在公主要嫁进来，你不过是妾，别拿着以前的圣旨惹人笑话了。秦胜，这是你即将进门的嫡母。快看，是镇国将军！秦老将军竟然也穿着喜袍，今日不是秦小将军上公主吗？父亲，您不是在西郊营营吗？您这身打扮是……哼，今日是本将大婚，本将不在府中，该在何处？大婚？你要娶谁？把公主的花轿向后挪，让夫人的花轿先行进门。父亲，你在说什么？长乐可是公主，承欢的花轿怎么能从正门入？她不过是个侍妾，甚至名分都没定。放肆！今日是我与你母亲成亲的日子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尊卑长幼之礼，你都忘记了吗？全部后退！别让这些没规矩的挡了夫人进府的路。秦小将军，圣旨在手，你也要抗旨吗？赐婚镇国将军秦越，傅氏嫡女承欢。这不可能，皇上明明答应了要将她许给我做妾。秦小将军，你的孝道呢？还不让你的新妻把花轿后退，别挡了我进府的路。承欢，你疯了！为了报复我，你竟然嫁给我父亲，你这是自毁前程。秦小将军，如今我是你的嫡母，长幼有序，请称呼我为母亲。放开我！吉时已到，大婚开始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这可真是，你看小将军的脸色，跟吃了死苍蝇似的，偏偏还得在这守礼。夫妻对拜。礼成。住手！谁敢挪本宫的花轿？秦玉，他疯了吗？公主息怒，将军说那是夫人的花轿，要按长幼礼事。本宫是公主，镇国将军什么时候成亲不好，故意赶在今日与本宫为难。公主，这是陛下的旨意。陛下亲口交代，您若执意要嫁进秦家，以后便不可以公主的仪态在秦家生活，这府门必须得夫人先入。你说什么？本宫嫁过来是给他们秦家天大的面子，父皇怎么能这么对我？
我可是公主，难不成我还要服侍婆母？皇上恩准了，镇国将军夫人见公主不必行礼，而公主您入府之后要以镇国将军夫人为尊，孝敬婆母，晨昏定寝，这才是为人系之道。嘿，你们瞧瞧，镇国将军府今日父子同时成亲，这可是京城头一遭的热闹。不对呀，我前2天听到的消息，不是说小将军娶公主，顺便把富家小姐纳进来做妾吗？怎么刚才先进门的花轿规模比公主的还要气派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富家小姐可不是来做妾的，刚才镇国将军亲口说了，那是他新娶的夫人。夫人，那也就是秦小将军的继母。一早皇上就下了圣旨，将傅小姐许配给了镇国将军秦瑜。如今的傅小姐，那可是小将军名正言顺的嫡母了。啊！我的天啊！那这么说，公主进门不仅没能把傅小姐踩在脚下，反倒成了人家的儿媳妇，那岂不是成了公主的婆婆？可不是嘛！公主要给昔日的死对手敬茶称妈，这出戏简直比戏台上唱的还要精彩。称心如意，琴瑟和鸣，请将军揭盖头。礼数匆忙，连这洞房都布置得仓促了些，委屈了夫人。将军言重了，今日若非将军入宫求职，承欢怕是早已成了全京城的笑柄，只能在那秦小将军的角门前吞声忍气。你是个聪明的女子，你该知道，这将军夫人的头衔虽能让你压他们一头，但也意味着你从今日起便要守着府里的规矩，担起主母的责。规矩是定给弱者的，如今我身为长辈，这规矩该如何定，便是我说了算。如今公主的花轿到了，虽说皇上有旨，但面子上的功夫还得做。我们是长辈，要出去让他们拜堂了。你先梳妆换身衣裳，我在前厅等你。好。进去给你家小姐梳妆吧。是，将军。小姐，不，夫人，您瞧瞧那秦小将军，当初说的天花乱坠，结果一转脸就要您做妾。现在倒好，他得管您叫母亲，奴婢心里这口气总算是顺了。这凤冠虽重，压的是我的脖颈，但一会儿我要戴上的那只步摇，压的可是长乐公主的脊梁骨。妆面不必太娇俏，要庄重，把那胭脂淡去几分。既然是做长辈，就得有长辈的样子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将军在外面候着了。走吧，去看看我那好儿媳，这头磕得响不响？承欢，如此意气用事，你这是在胡闹！你为了跟我置气，竟然自甘堕落！傅承欢，你疯了不成？放肆！秦胜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这是为父今日明媒正娶3书6礼娶回来的夫人，更是你名正言顺的嫡母。夫君莫要动怒，省儿平日里散漫惯了，如今乍一见我，大概是还没转过弯来。孩子不懂事，咱们做长辈的总得给几分体面。等今日成亲之后，成了大人，日后想必一定会懂得恪己守礼，好好孝顺我这个母亲的。夫君，大喜的日子不必为了小辈的失言气坏了身子。傅承欢，你为了与我置气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说了我会娶你，
我亲生答应过会护你一世。就因为让你降了位分，变成妾室，你便这样任性，这样意气用事吗？我以为你是不同的，难道你也和那些庸俗的贵女一样，爱慕权势，只盯着那虚伪的正妾之位，把我们往日的情谊全都踩在脚底不管了吗？哎呀，这小将军竟是存了让富家嫡女做妾的心思，难怪人家不嫁了。可不是，百年世家的女儿给人做妾，亏他想得出来，这回踢到铁板了吧？秦胜，闭嘴！如今我与你父亲拜堂成亲，入了洞房，成了夫妻，我便以母亲的身份与你说话。秦胜，注意你的身份，也注意我的身份。这门婚日由皇上亲赐，旨意下的明明白白，赐我与你父亲秦愿成亲，永结秦晋之好。刚才你看过的圣旨，现下已由礼部官员送往秦家祠堂供奉，那是国法，是圣命。你在这儿口口声声谈什么私情？是想蔑视皇权，还是想指责圣上指婚不当？还有，既然我进了这个门，做了这个家的主母，有些规矩便得提前说清楚。公主身份尊贵不假，但既然执意嫁入秦家，便不能再以公主之尊自处。自古家法大过天，进了秦家门便是秦家人。我劝你还是收起公主的架子，你要如普通百姓家一般，以儿媳身份晨婚定喜，孝敬公婆。傅承欢，你也配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本宫面前拿捏主母的架势？晨婚定喜，本宫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公主殿下，请慎言，这是皇上的旨意。皇上说了，公主若感念秦小将军救命之恩，执意要嫁进秦家，便要按秦家儿媳的身份自居。既是儿媳，便要孝顺公婆，尊卑有序。将军夫人乃是您正经的婆母，言语顶撞，便是在藐视圣谕。我是父皇的掌上明珠，从小到大，他连重话都舍不得说一句。如今为了这门亲事，他怎么会如此对我？你以为你的肆意胡闹是赢了，却不知你这一闹，逼得皇上不得不成全你，同时也彻底得罪了傅家。现在父亲联姻，皇上心中怕是早已忌惮万分，这股火他只能发在你身上。长乐，你太天真了。吉时已到，请新人归位行礼。公主，大局为重，不要让皇上难做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新人见礼，敬茶。陛下亲口交代，您若执意要嫁进秦家，以后便不可以公主的仪态在秦家生活。母亲，请喝茶。茶是不错，春柳，把给公主的见面礼拿上来。公主金枝玉叶，既然嫁进秦家，也要早日为秦家开枝散叶。为夫君安排妾室通房，绵延子嗣才是要紧事。这几本书多多抄写熟读，日后做个贤妻。是，母亲。好了，你先去偏厅拜见族中女眷吧。
承欢，我想了一晚上，你一定是因为我才嫁入将军府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嫁给我为正妻，所以才退而求其次嫁给父亲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你嫁给我总会想办法让你抬平妻，你现在嫁给父亲，岂不委屈？秦小将军，慎言。不过你别怕，我会想个法子帮你脱身，大不了假死，隐姓埋名。我在京郊有一个院子，到时候你住在那里，我避开公主，便可去与你相见。承欢，你信我，我一定会护着你。秦胜，大胆！你是不是疯了？看清楚了，我是你的嫡母。秦小将军，请自重。我是心甘情愿嫁给你父亲的，并非是为了你。你多虑了。你也知我们身份有别，以后还请自重。你父亲或公主不在的时候，还是不要单独见面的好，以免多生事端。哼，傅承欢，你可别后悔！离了我，你在府里不过是个守活寡的将军夫人，你以为父亲真的会疼你吗？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这种三心二意、权欲熏心的跳梁小丑，有何值得我一丝后悔？瞧，将军夫人来了。听说将军刚成亲3天就回营里了，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还能是哪一出？自己倒贴求来的亲事，将军能给几分脸面？哎呀，母亲大人来了，大家快给母亲让个座。听闻当初是母亲自己向父皇提议，非要嫁进镇国将军府的。父亲这些年一直没有成亲，母亲这样深情的要求嫁进来，也难怪不得父亲喜欢。你看，这新婚才几日呀，父亲便抛下母亲一个人，急匆匆去了西郊大营练兵。守着这么大的院子，母亲一个人，想必是冷清得很吧。父亲这些年一直没有成亲，母亲这样要求嫁进来，也难怪不得父亲喜欢。才新婚几日，便抛下母亲去了西郊大营练兵。夫君身负圣上旨意，要去西郊大营为皇上练出一支精锐部队，此乃家国重任，当然比不及驸马贤父在府上陪公主赏花听戏。母亲一个人想必是委屈的，毕竟独守空房不是每个女人都受得住的。只是母亲从今往后，怕是要学会忍受了。向来只有男方请旨成亲，本宫却没听说过竟有女方如此主动，在大殿之上要求嫁人的。母亲这份心思，当真让本宫佩服，让本宫大开眼界。公主说的是自己吗？谁不知道，公主当初在皇上面前大吵大闹，非要嫁给驸马不可。那时候公主可曾想过，她是否有婚约在身？可曾想过，她是否有通房妾室？为了嫁进来，公主甚至可以放弃一切尊荣。这份主动，承欢可是自愧不如啊！傅承欢，你敢嘲笑本宫？殿下，你对自家婆母拍桌子吼叫，直呼其名，这便是身为儿媳该有的礼节吗？看来大婚前送你的那几本规训女则，你是一页都没读进去。不如从今天开始，每本抄上10遍，直到背熟了为止。你，承欢，长乐向来性子单纯，不如你这般心思深沉，会算计。你又何必仗着长辈身份，处处针对他？我当初说要娶你，你只需忍一时之气，便不会有今日这般尴尬的场面。偏你争强好胜，如今厚着脸皮嫁入秦家，那又如何？父亲是武将出身，为人粗鄙，不会附庸温雅，更不会琴棋书画，他与你根本无话可说。你如今后悔也晚了，这是你自己摘的苦果，便自己吞下去吧。住嘴！你父亲是何种人？何时轮到你一个做儿子的来点评？晚辈如此妄议长辈，秦胜，
你的教养和规矩何在？你妄议长辈，父亲，他并非我的亲生父亲，当初过凌在他膝下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若他真的是我父亲，又怎么会娶你进门，眼睁睁看着我被满京城的子弟笑话？若非不是他亲生的，他怎么会在我被夺了职位后一言不发，不管不问？这样从不为儿子考虑的父亲，又怎么配称父亲？若是可以，我宁愿没有这样的父亲。没错，驸马，我们大可辟府另居，住到本宫的公主府去，比待在这将军府不知强上多少倍。对，到了那时，也不会有人说我是靠父亲的声望活着，我也不会一直活在他的影子下受罪。齐将军，开宗祠，将你从我名下去除。从此以后，你便不再是我秦瑜的儿子，也不再是镇国将军府的人。父亲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父亲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好，既然将军大人不念旧情，这破地方本宫也不稀罕待了。驸马，咱们走，本宫这就带你搬回公主府住，从此与这镇国将军府再无瓜葛。自请出府便出府。父亲，今日是你先断了父子情分，来日莫要后悔。哎，听说了吗？镇国将军府闹翻天了，那秦小将军成亲还没满月，竟然就自请出府了。不是吧？那可是亲爹啊，说断就断了。哪儿啊？听说是小将军为了讨好公主，当众说老将军不如他意，老将军一气之下直接开了宗祠，要把他从族谱上剔出去呢。这事儿传得满城风雨，以后那秦慎怕是只能顶着个倒插门的驸马名头活喽。夫君，今日之事都是我害得你与他闹成如此局面，若不是我入府，或许他也不会这般口不择言。坐下说，夫人莫要多虑，这与你无关。我与秦胜本就无甚父子之情，他不过比我小10岁。当年我戍边重伤，中毒后少年白发，族中众人皆为担忧，族里怕我绝了后事权从即，是族长硬安排他这个孤儿过继在我名下。竟只差10岁，难怪我看他平日里对你不仅是畏惧，更透着一股莫名的不服。我当时无意成亲，想着既然是个孤儿，便继续让他记在名下当国子嗣养着，也算全了族里的一番心意。我原以为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却没想到他心里竟一直是这样想我的。他觉得因为不是亲生，我便对他不管不问，觉得我成了他飞黄腾达的绊脚石。人心难测，夫君已尽了教养之责，是他自己选了歧路。别人说没有血缘是养不亲的，我本不信。如今看来果真如此，都是命数罢了。他既然只想做个依附权势的驸马，我便成全他。父皇和母后昨日虽在宫里将本宫训斥了一顿，说本宫不知礼数，可那又如何？如今搬出那冷冰亮冰的将军府，辟府令过，本宫才觉得这日子有了活戏。公主受委屈了，都是那傅承欢挑拨离间，才让皇上对您有了误会。不过离了那儿也好，往后这府中只有您这一位主子。你呀，就是嘴甜。本宫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丢了差事。放心，只要有本宫在，这京城断没有你出不了头的道理。王夫人，听闻令公子最近在谋兵部的缺，本宫改日定在皇兄面前替他美言几句。多谢公主殿下提携，我家老爷说了，往后定以公主府马首是瞻。长乐公主利用权势大肆结交朝臣夫人，拉拢势力，而秦胜则借此机会结党营私，在暗处布下一张大网，知道吗？本来驸马不能出任要职，全亏了公主给他谋的差事，驸马竟破例坐上了金吾卫副指挥使的位置。见过秦副指挥使。将军，
今日大朝会上，又有3名御史联名上折子，弹劾您在西郊大营克扣军饷。荒唐！这分明是恶意构陷。夫君，秦胜最近在朝中风头正盛，他不亲自出面，却指使那些依附公主府的人处处与你作对。你久不在京，这些弯弯绕绕的手段，怕是应对的辛苦。夫人，是那边差人递进来的私信，说是务必请您亲解。合理，做他的外室，只要我答应，他便放过夫君。你看看你那好儿子，竟然想出这种龌龊主意来威胁我。他真是自寻死路。皇上早对他和公主的所为有所知晓，发现他不但结党营私，居然还拥护前朝遗苏，想跟着新的主子谋一个从龙之功。什么？秦胜和公主，他们还要谋反？那些流言，难道全都是假的？自然是假的。皇上只等着看，朝中到底还有谁在暗中和前朝的废太子勾连。火若不倒下，那些狐狸尾巴怎么肯露出来？万万没想到，秦胜敢如此大胆，公主却是无脑的，只被他花言巧语哄得团团转，为秦胜所用。想必那个废太子许诺了秦胜什么？他大概觉得，若废太子复位，他便是开朝元老，是重臣。他居然疯到了这种地步！他不仅疯，还联络了我的旧部，以为将士们在边关不知京城的事，还以以前秦家少主的身份，想拉拢他们，为他所用。秦大人，今日公主殿下赏赐的南阳贡茶，下官喝着甚好，还得托大人的福啊。秦副指挥使，您上次提的那件事，弟兄们都准备好了，只等贵人入城。好说，只要大事一成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开国功臣。至于那个老古方，且看他还能在府里缩多久。大人，公主要您下旨后速回府，说是那边有消息传回来了。如今谁不知道秦大人是公主眼前的红人？皇上虽然明面上不语，但实际上这京城的防务大权不还是在大人手里？这只是个开始，以后这京城姓什么还不一定呢。夫人，奴婢今日出门，听说那位秦小将军在酒席上又发火了，就因为几个世家子弟打笑叫了他一声驸马爷，他当场就摔了杯子，脸色青得像吃了死苍蝇。我与他相识多年，太了解他的性子，他那人心高气傲，却浮躁无成，最恨别人说他靠女人起事。可他现在能在锦衣卫横着走，哪一样不是靠着公主府的势头？这人呐，真是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。他既厌恶驸马之名，觉得在世家子弟面前丢了脸面，却又舍不得公主能给他的权势造势，无奈之下，只能一边在公主面前做出一副深情模样，一边在外面寻个娇软的出口。夫人的意思是，他在外面，他必不会低调。走，去锦绣阁。既然他想玩两头蛮的把戏，我便送他一份大礼。殿下，这是锦绣阁新制的流仙裙，用了上好的苏缎，最配殿下的尊贵。拿过来瞧瞧。这是什么？这尺寸，本宫如何穿得下？哎呀，小的罪该万死！这是驸马在锦绣阁亲自定的，小的以为是驸马给公主殿下的惊喜，想讨殿下欢心，才自作主张一起拿了过来，都是小的错，请公主恕罪。惊喜？他给本宫订的裙子，本宫却穿不下。殿下，这驸马爷最近回府的时间可是越来越晚了。好你个秦胜，用着本宫的权势，却在外面养别的女人。给本宫盯紧了秦胜，本宫倒要看看他把这件裙子到底要送给哪个狐狸精。是。大人，衙门那边都交代好了，说是您今晚在官署值夜。那公主府就像个华丽的牢笼，只有在这清风巷，本官才觉得这京城的天是透气的。
每隔3天必到此处，回去禀告殿下，于禁王了。圣郎，你可算来了。这些日子委屈你了，这巷子里清冷，你又怀着身子，可有哪里不适？只要能见着圣儿，妾身受点冷清算什么？只是这孩子还有半年就要出世了，圣郎，难不成真要他一落地就背个私生子的名声？他若是问起父亲是谁，妾身该如何作答？傻瓜，我怎会让你和孩子流落在外？妾身害怕，万一长乐公主知晓了，听闻公主性子骄横残暴，当年跟了你多年的那个通房，就因为多看了你一眼，就被他寻了个由头打杀了。若是让他知道我的存在，我和孩子怕是连死都求不来一个全尸。别提那个疯女人，她如今还能在这京城横行几日？不是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公主永远也不会有子嗣。到时候她知道自己生养不出，为了秦家后继为人，她只能乖乖点头让你入府。公主正当盛年，怎会？放心，她每日洗浴的药汤里，我都让亲信加了特制的料。她日日泡着那恩赏一般的浴汤，实则经脉早已损毁，这辈子也别想怀上孩子。我绝不可能让一个即将亡国的公主怀上我秦家的种。亡国？圣郎，你指的是？等我事成，那废太子复位，他便再也不是什么金枝玉叶，到时候那公主府也不过是一片废墟。我会想办法让你们母子过上真正的好日子。等大局定下，你才是秦府真正的主母。傅承欢给不了我的，长乐公主给不了我的，我都要靠自己拿回来。幸亏有圣郎护着，只是万一公主以后真的生下了子嗣，咱们还有活路吗？生？拿什么生？那药效极烈，他现在怕是连身子都败空了。这天下迟早是咱们儿子的，我看谁敢动你。长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驸马好手段，背着本宫在外面金屋藏娇，养了这么个外室，连监生子都有了。驸马养外室是死罪，并且你给我下毒，害我终身绝嗣。秦胜，这2罪并罚，莫说是你，便是整个秦家，也值得你满门抄斩。长乐，我知错了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宁远侯世子，对，是他叫我去喝酒，然后故意把我灌醉了，我神志不清才和瑶娘有了孩子，我是被他算计的呀，长乐，我知道，我对天发誓，我想着公主向来心慈，瑶女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一条性命，我才没忍心下手，我心里盘算的是等她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就直接去母留子，绝不让这个女人进府，更不会让她惹公主烦心。去母留子，圣郎，你要我死！你前一刻还在说会护我们母子周全的，滚开！秦胜，你把我当成傻子吗？用本宫的名义在外结交朝臣，结党营私，你以为你私下里做的那些勾当，真能瞒过本宫的眼睛？你一边利用本宫的权势为你铺路，一边又在心里嫌弃这驸马的身份，让你丢了世家弟子的脸。秦胜，你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！想着等功成名就之后就亲手杀了本宫，好抹杀掉你当过赘婿驸马的污点，是不是？本宫在宫里见过无数勾心斗角的小人，可秦胜，你是其中最无耻、最下贱的一个。你刚才不是说对我一心一意吗？好啊，本宫给你个表忠心的机会，这是落胎药，亲手给他喝了，让本宫看看你的忠心到底值几斤几两。不要，圣郎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，这孩子已经会动了，再过几个月就要出生了。你说过你会护着他的，那是你的亲骨肉啊！瑶娘，对不住了，为了咱们以后，你喝了吧。以后？杀了我的孩子，你跟我谈以后？别怕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
马果然果断，既然这一碗喝完了，那这一碗就是给驸马准备的。这一碗药的药效与你下在本宫玉汤里的那一副是一模一样的。夫妻一场，总要讲究个有难同当。既然你已经让本宫绝了嗣，那你留着这能生的本事还有何用？一起绝嗣，才让人安心。不，长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不必费劲了，这药是本宫亲自盯着熬的，见效最快。在这跪着，等那野种落下来，你亲眼看一眼，再随本宫入宫请罪。长乐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，不能入宫请罪啊！那样我就全毁了，秦家也毁了。我以前是猪油蒙了心，是那个女人，是瑶娘勾引我。我以后保证不会再看别的女人一眼，我这辈子只一心一意对你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我错了。你以为你还有以后吗？本宫以前真是瞎了眼，竟然看上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还好未酿成大祸，否则你死不足惜。落下来了，瞧瞧，你的从龙之功，你的开朝元老都在这儿了。圣老，你好狠！死了，倒是便宜他了。嬷嬷，把这东西带上。驸马，随本宫走吧。父皇和母后还在宫里等着咱们全家的大礼呢。那是长乐公主，快去通传公公。罪臣长乐求见父皇。驸马禽兽图谋不轨，勾结余孽，长乐有罪，请父皇降旨。公主殿下，您这是何苦？快起来！这天大的事儿也不能这么折腾自个儿啊！长乐不敢起，这畜生利用本宫的名义，暗中结交权臣，结党营私，更在寝殿之内密谋谋逆之举。本宫若是再不起手，大齐的江山都要被这逆贼毁了。本宫要当着父皇的面，一笔一笔清算这逆贼的罪状。混账！朕将公主许配于你，赏你官爵，供你荣华，你竟然敢拥护前朝遗孤，想谋从龙之功，朕还没死呢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微臣是被逼的，是前朝废太子，是他拿捏了微臣的把柄。父皇，他不仅在外面养外室生奸生子，还利用儿臣的拜帖，私下联络了兵部侍郎和禁务卫的副统领。儿臣这儿有他往来的名次。好得很！朕的肱骨之臣竟有一半成了你的座上宾。来人，把这逆贼打入诏狱，给朕撬开他的嘴！我全说，求皇上饶命！除了名册上的，废太子在城北枯井里私藏了3000将兵的铁甲，在西郊农庄囤了5万担粮草，还有他们招兵买马的密电。拿纸笔来，让他写，漏掉一个字，朕就剐了他。皇上有旨，命镇国将军秦万即刻统领3军，按名单抓捕叛贼，若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夫君，这一夜终究还是来了。既然他不念养育之恩，要自寻死路，那本将便亲自送他一程。传令下去，封锁京城12门，按名单拿人。罪臣秦胜勾结前朝余孽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圣上念及庶人长乐举报有功，免其死罪，但秦胜及同谋一律处以斩刑，以儆效尤。
长乐，你这个贱人，是你害了我！若不是你进宫告状，本官早已是开朝元老。你闭嘴！是你先给我下毒，是你先背叛我。秦胜，本宫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，我要你死，我要你下地狱！这等卖主求荣、谋逆造反的畜生，杀了都脏了地界。听说了吗？这逆贼还给自个儿媳妇儿下绝嗣药呢，心肠毒过蛇蝎啊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午时已到，斩！都死了！秦胜，你终于走在本宫前头了。傅承欢，你来看本宫的笑话是不是？你赢了，你现在是一品夫人，本宫却成了庶人，你满意了？长乐，你错了，从始至终赢过你的不是我，而是你那膨胀到无底洞的贪欲和自私。你为了一己之私毁了别人的婚约，秦胜为了一己之欲毁了你的身体，你们两个本就是天造地做的冤家。父皇呢？我要见父皇，我是他最宠爱的女儿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别喊了，庶人长乐，皇上有旨，褫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，从此幽禁冷宫，不得恩赦。这辈子您就在这儿跟那些老耗子作伴吧。夫人，这下这将军府总算是清静了。清静的不只是将军府，还有这京城的风气。走吧。秦胜与一干人等以谋逆之罪被判斩刑，将尸首悬挂城门3日。这一局终是彻底终了。